好了，来看一下，今天我狼是给大伙儿来一个凤舞九天音乐工厂，耶、就这啊。好，来自于《三国战记2》的群雄争霸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国战记2 P》凤舞龙吟版。这次呢，给大家伙做的是这个号称最弱人物的郑庞统啊，这个据说这个人物是最弱的。那他的技能弱不弱啊？首先呢，可能是他的这个武器还有这个衣服配合啊，可能是没有什么神赵云什么神貂蝉的什么都比不了了。然后呢，它这个难度是 A5 ASSR， 这个不是应该不是最难的啊。不是那个 DOSR 是吧？所以说这个还不是特别难。当然，作为这个人物，可能是我不太清楚啊，有谁帮我解释一下？那个应该是 DOSR， 然后这个呢是 ASSR， 然后看看我们的西游小哥哥怎么说啊？好，一上来一个冰扇，外加一个方天画戟，但是没有什么卵用啊，我们也用不了。那么好像我记得以前有个三国战记2 P 的其他版本啊。是任何人就都可以吃各种各样的兵器，就比如说方天画戟吧，你要吃也能吃啊，就是可以吃。吃完之后呢，比如说真方天就是火属性嘛，是吧？你可以打出来带火的啊，是有这么一个设定的啊。好，先不扯这个事儿啊。操作者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熊北鼻，也是我们三国战记2 P 的这个群里面的这个群友提供的素材啊，是一个美女玩家啊，她提供的素材啊。我操！这个庞统跳起来一撇技能是可以撇张辽的翻雷滚天，我他妈的啊 ！ASSR 还行，也就是说，虽然说不是那么难，但是也很难了啊！毕竟是4个这个数字啊，在屏幕的右上方 MODE， 你看，我操，我感觉你管这个人物叫最弱吗？我操！好，太平道袍，你管这个人物叫最弱吗？2管血的 BOSS 啊，瞬秒了，我操！我感觉这个庞统他能召唤张辽出来，真的啊，有点微赖的啊。好，就是对你管这个叫最弱是吧？你管这个叫最弱是吧？往后看啊，目前咱们这个还有 AP 加成啊，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攻击力并不是初始攻击力了，我感觉它应该并不是初始攻击力了。好了，太平道袍40%。他这个人物要配上衣服啊，然后配上武器啊，有专属，可以加这个各种各样的属性。然后呢，这个 BOSS 啊，你看他2管血，但是有的 BOSS 呢，可能越往后越多，有可能会对吧？几十管血，那对吧？你想想啊。好了，请来一个最强的对比一下，你们没看那个神赵云神貂蝉吗？那是真的强。好，召唤雷神啊，雷神托尔。噔噔，我操，这个胖子身上带了3个孔方胸，外加一个民兵册，有点东西。防一下，一个地刺儿，前撞啊，神龙骨水。啊，这个 boss 多少管血啊？这个 boss 好像啊，你看这作为 boss 这就难打了，看没见啊？你看这就你说这个伤害怎么说？啊，你伤害再高，架不住 BOSS 伤害高啊，对吧？你这个对不 BOSS 血多啊，你怎么说？好的，一个雷一个炸，我操！你看咱们挨打一下多少血？你看咱们挨打一下多少血？啊！翻天斩，这个配音好，玄武神器好。这时候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物这个人物有多强，这个人物有多弱了吧？啊！有多强你们看到了，有多弱你们看见了吗？啊，因为这个血你架不住人血多呀，我操，对吧？我也想秒，可是我秒不了啊，对不对？我操，感觉这哥们穿上溜冰鞋了啊，真的是溜冰鞋。刚才你看没看见挨打一下就半管血啊，真的是有点难的啊。好，终于见红了，而且你要招降他，你还得真的打到还剩下那么一点血才可以。一定要小心啊！怎么说？刚才说这个人物变态的哪去了啊？过来，这叫最简单的、最弱的人物啊！你把最强的对比一下，然后你看一下啊，你看一看就知道是谁敲开了寡妇的大门啊！
好，烧不烧？烧了啊！后退后滑步，咣一个后娃 Kisa 震出来怎么选？啊，选什么？劝其归降，士可杀不可辱，你就是个250，独眼夏侯啊！喊的是翻天斩啊！我操，这个跳起来这个招，哇，这不就是西北砍王的招式吗？啊，技不如人某愿降，神将术，好的 ，AP-4看不看见？咱们吃一个剧情的降将啊，从来没吃过这个降将的剧情降将的时候呢，会加这个右上角这个右边的这个 AP 等于04，看不看见？这个 AP 就是咱们人物的攻击力啊，而且呢吃开天啊也可以也算。你吃那个开天神兵也可以加，啊，非常的赖的啊！奔雷八仙，真能扯啊！好了，一顿射箭，好，哎，居然没触发剧情，好的啊，再等啊！我操！这撞出了一把这个盘龙3节棍啊，还有一个虎符，看不看见？还有个虎符啊，也就是召唤大象的那个道具的啊，有点东西了啊。进屋吧，老姑父，你这是逼我呀啊！铁莲花，好的，一顿炸，一个大鸡腿，右2 1 1 2 1 1 2 3啊，太狠了啊！道家秘本加孙子兵法，一个厨师不看菜谱看上兵法了啊！忍一手，我操！发生什么事了？我操！刚才一个小兵是开天神兵，哎是啊，灵帝看不看见？咱们现在变成灵帝的攻击力了啊！牛筋，我操！不是这个小兵身上啥都有啊！我他妈刘备家孩子都有，我是服了啊！这不是就是你啥时候又有个孩子呢？我操啊！你还让我过年不啊？啊！你快上边去啊！一顿撞啊！这撞了一堆东西啊！好。这个小兵身上能无限撞东西，还是随机的感觉啊！为什么换成青铜甲了呢？啊！噔噔，很久没见你整小啤酒，有人赞助过小啤酒吗？好，这个直接，哎，真是啊！但是这个就2管血，好打啊！赞助小啤酒，赞助小啤酒是真的赖啊！好，抓！降将还是蛮赖的啊，撇了吧这个东西啊，一点用都没有啊！好，肉宗串啊，为什么就是肉宗串呢啊？好，哎呦，一个防不错啊！咱们现在打人，哇，这个巫刀打人有电属性，看看一下秦王宝甲，巫刀啊，不是，这也不是巫刀了，这拿的怎么不是？这不就是吴钩的蓝色版本吗？这是拿的吴钩蓝色版本啊，这个啊，程昱，程德谋是吗？那为什么叫程日历？我操！定身术，我操！这他妈泰森的弟弟吧？这是，来，你们告诉我这是泰森的哪个弟弟？你们告诉我这个是泰森的哪个弟弟？我操！来，屏幕上的人，所有人认识泰森的弟弟的人都可以发出来啊！这绝对是泰森的那个最赖的弟弟，叫泰赖啊！赖逼，我操！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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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太赖，对，这确实是太赖啊！谁要说不是太赖的，该咋地的啊？好，现在是0E啊，这个 AP 的攻击力啊。孔方兄，感觉用这个清小兵还是蛮快的啊。好，电、冰，其实这个是属于冰属性啊，当然看起来有点，你看，可以调电，你看。这个五种属性可以一直换啊，五种属性可以一直换。来看看曹仁、曹真，曹爽，曹仁真爽啊！好，这是清兵了嘛啊？一个雷定住，一打再打，追地。好，雷击追地，有7个气，你看没看见啊？可以直接重置的啊！现在这个前面几个 BOSS 还是有点微面啊，血管看似很多，其实也多不了那么多。来看，是将军印，然后 AP 等于1、2，看没看见？这又换成1、2了啊！刚才是0E的啊。曹仁真爽啊！曹操、曹仁、曹真、曹爽啊！曹仁真爽，对吧？没毛病啊。BOSS 10管血，这个 HIT UP 应该也是联机的这个设定啊。哎，出去吃了几天，然后感觉肚子稍微大了一点点啊，就还想吃日料。我对日料啊，我不能叫日料，其实我就是对海鲜啊，对海鲜完全没有抵抗力的啊。想去吃海鲜，怎么说啊？雪豹。好，好，再看，三文鱼、金枪鱼都吃啊，北极贝啊，鲍鱼啊，螃蟹啦、龙虾啦之类的啊。好，你看像这些 BOSS 啊，这他妈随随便便就挠死了啊！这所谓的2管血的 BOSS 在这不当人，我发生什么事了？我去！刚才这个夏侯渊爆了啊！夏侯渊，真事儿啊，8乘8大爆！刚才爆了我，如果我现在我气眼看一下，刚才那个肯定是爆了啊，爆了一个那个什么啊，爆了一个那个开天，又爆了一个震天，而且还爆了一个天魔神甲，真的是赖逼啊！外加一个战神手镯，我真他妈是服了。好，这一顿撞能撞虎符出来啊，直接挠死。好，感谢一个叫小刘的同学，刚才好像已经加了我的微信了啊。飞天虎爪啊，这里有一个烤乳猪，七星灯要吃，兄弟们啊！哎，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七星灯必须得要啊！七星灯是真七星灯啊，是可以复活的啊。奉天魔甲，奉天魔甲啊，黄天魔衣，麻痹透视戒指太狠了啊！现在各种那个什么啊，各种那个私服加透视功能的，就无敌了都啊！好，看看庞统。庞统呢，在《三国演义》当中啊，是拿个小扇子啊。《三国演义》当中，你看后面庞统拿个小扇子，诸葛亮是大扇子，他是小扇子啊。这小扇子看起来非常秀气。历史当中的庞统啊，没有像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什么啊，特别愿意那个什么用险，也特别这个对吧？为了这个跟诸葛亮争一手啊，然后才落风坡的。其实真实历史上啊，这个庞统特别愿意夸人，知道吧？
谁在他面前都是要夸人啊，就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很厉害啊。明明他自己很厉害，他非得说别人也比他厉害啊，但事实上就非常谦虚啊。好，这有个大腿。不过要说实在话啊，我觉得最狠的还是那个看那个这个老版的《三国演义》，看里面那个程昱，里面那个程昱啊，说这个刘备啊新拜一军师啊，名叫单福，这样站出来了啊，单福是假名啊，单福是假名，这个真名叫徐庶，字元直啊，自幼怎么地啊，君之才比之如何啊？对吧？胜我10倍啊，这就是一个计量啊。程昱的10倍等于徐庶啊，徐庶再往后10倍等于诸葛亮啊，太他妈赖了啊！好，直接进到了这个密室里面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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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小曲儿多嗨呀！你看啊。听听听，别这就是10倍啊！这个智力这种东西吧，你没法说啊。这个文无第一的啊，但是武无第二这个事儿啊，确实是赖。你比如说啊，魏之名将张合那么牛逼，但是为什么他只是魏之名将啊？就是因为他跟五虎将就是差那么一个档次。他比如说五虎将是1线啊，他就是2线顶尖啊，他就是2线顶尖，你这就没办法啊。对呀，人家孔明是程昱的100倍啊，但是这个程昱也非常低调。你看那个徐庶那么厉害，结果还是程昱用计把徐庶给骗来了吧？啊，所以说啊，你这厉不厉害这东西吧，跟你讲还得是人品，知道吧？啊，还得是人品。你比如说奥运会的啊，比如说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射击冠军，枪法对吧非常准确，而且呢就是不光是奥运会啊，而且呢他比如说他是那个咱们这个正好他运动员也是咱们那个啊这个解放军的啊这个部队的运动员啊对吧？他呢这个非常的喜欢，哎，直接干死啊，就是这么变态这个版本啊，这个版本就是这么变态啊，实在是太容易死了这个版本。然后呢，你看这个他又是竞技方面上又猛，而且呢，现实生活中呢也是整个部队当中的这个典范。可是呢，他为人忠厚老实啊，讲武德，对吧？有很多坏人可以偷袭他，有可能算计他，对吧？那他就不一定厉害了，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说你懂的啊。好，神龙古爽再战一回。要招降他了啊！你招降他的话，你吃他的第一次招降，你吃他的这个头像，他会给你一个他会给你一个加成的。你看现在是 AP14，如果你要是招降他的话呢，就是对吧？啊，就是有这个再有一个加成的了啊。其实我就想一件事儿啊，这张合打魏延，张合确实比魏延又多那么一点点东西。张合打仗肯定是比魏延啊这个要猛一点啊，对吧？这个PK 要猛一点啊。好，你看现在 AP14 看不见 ，AP18 啊 AP18 吃了这个就加，但是你要再吃，等一会儿再有这个张合，你再吃也没有用了啊，他也不会再给你这个加成了。好了，又有一个开天神兵 AP19， 看不见啊？现在 AP21 的攻击力啊，攻击力是越来越高的啊。唉，曹丕，感觉想到这个事儿啊，就是传说中的刘备。你说啊，顶尖的谋士啊，这个最顶尖的2个谋士都是给他了啊。当然了，江湖上流传的最顶尖的2个谋士而已。其实我不觉得这个像什么司马呀啊，这个非常就是比如说真的是比卧龙和凤雏差的。啊，对吧？当然，司马呢，就是他牛就牛在什么呢？他这个人嘛，首先他不讲武德，你知道吧？好的，麒麟甲，但是感觉这个有点像反刃甲啊，他这个名字改了啊。对，张合那个 PK 肯定是要比魏延强，但
但是打仗啊，可能是没有魏延强啊。不过呢，魏延啊，这个也是输在性格上啊，魏延性格不好的啊。这个为人统帅啊，这个如果你打防守，性格啊，对吧？一定要以稳为主。如果你打进攻，性格还不一样。但是你看魏延那么厉害啊，打一个那个陈仓，就是那个郝昭跟王双啊，他都打不了啊，给诸葛亮气的啊。殊不知啊，像魏延的性格，攻城略战，其实不这个攻城方面上啊，魏延啊其实还是微面一点啊。但是你让他打野战啊，确实很厉害啊。点评一下伍子跟伍虎。伍子的话就没什么说的了，那于禁那你是对吧？那于禁都被抓了，那都被关羽抓了，后来又跟孙权投降孙权的手，你说这玩意儿，就是你还是谁啊？你还得是那个张辽啊。张辽由于跟关羽这边的势力关系不错啊，跟关羽、刘备关系都不错啊，所以说张辽呢啊也就一生呢没有跟刘备作对，要死啊，没有跟刘备做对抗，就是全心全意来打那个孙十万。你想啊，孙十万啊，这一生之敌啊，这个你会发现孙权这个人呢，一生都在打合肥，啊，没有别的事儿干啊。这个合肥跟他杠上了啊，所以说这个五子良将还得是看张辽啊，张辽啊，然后呢看张合啊，对吧？而这个五虎上将呢？那首看五虎将就要看关羽啊，张飞，对吧？其次呢，你看啊，我跟大伙讲啊，谁都这个都有什么点啊？关羽啊都有什么点啊？不光说是一直追随这个刘备，对吧？一直追随刘备，这个而且非常忠义啊，而且咱们说这个演义当中把他做的啊已经好的，我操，这把弓看起来非常的屌啊！这把弓箭有点养油鸡是吗？啊，妈的太赖了啊！孙权为什么一直要打合肥啊？你问孙权去啊！你问孙权去啊！军功方面上，五虎上将的军功都非常多。军功最高的人呢是张飞啊，张飞军功最高，应该算是军功至伟。然后呢是谁呢？然后是这个黄忠。然后呢是马超，然后是关羽，啊，但这里面很多人说不对啊，关羽贡献应该最大啊，不得不承认，我认为关羽的贡献是最大的。当然呢，如果要是荆州没有丢的话啊，他的贡献就居功至伟了。因为什么呢啊？其实啊，这个我跟你们讲啊，这个帮你稳住后方或者帮你封疆啊、大吏啊这种啊，其实是最难的啊，帮你看好一个地方是最难的。你要是说派兵去打仗啊，还好一点啊。赵云就微妙，赵云的这个军功啊，肯定还是差很多的。赵云的军功他跟魏延都比不了，好吧啊，对吧？魏延他镇守汉中啊，汉中无忧，对不对？啊，对吧？对吧？魏延，你说啊，好，这里有一个梁官写的真吕布啊，非常的念的啊。然后呢，这个张飞呢，为什么军功的高呢啊？这个杀入西川啊，然后平定汉中，那都是张飞的功劳啊！张飞的功劳是最大的啊，相当大。之前的事儿呢就不算了啊，那张飞确实是厉害。然后呢，这个对吧？大战张合，张飞也大战张合。然后呢，对吧？张飞，然后呢，黄忠也是啊，黄忠大战张合，黄忠大战对吧？这个夏侯渊。后来呢，跟随这个刘备讨伐东吴啊，死在战场上了啊，非常的悲惨啊，这个悲剧人物啊，悲剧人物。然后呢，这个马超呢，为什么说功劳比这个关羽还大呢？其实啊，马超主要是他的身份啊太危险，所以说他的官职五虎将当中他是最高的，他做到了这个标记大将军，也可以叫嫖妓大将军啊，反正你怎么叫都行。大家伙儿说嫖妓稍微好听一点啊哈。然后呢，为了投降刘备呢，直接就把家人呢全都抛弃了啊。马超的家人女眷全部许配给了张鲁的部下，而男丁全杀死。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马超跟刘备也是一样人，都是狠人啊。后来呢，给马超呢找到了一个，对吧？给马超找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家庭啊。我操，这招看起来可以连击。而这个马超呢，帮忙
攻打成都，这是马超啊，对吧？攻打成都是马超攻打的。然后呢，这个帮这个刘备镇守这个西关，啊，镇守这个魔龙西关啊，哈哈哈，这是这个羌族这边，一直到马超死啊，所以说啊，马超的这个官职非常高。好，这个真吕布被无限连了，我操，这招太他妈赖了啊！但打血并没有那么多。好的，开天神兵，现在的是2B 的攻击力啊，这个攻击力非常的2B， 有点赖的啊。军令状就是马谡专属，对吧？马谡专属军令状。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事儿呢？还有一个是最狠的是置卑为后啊，对吧？对吧？把他请到这里来看我置卑为后啊，摔卑为后。当我一摔卑，你们就刀斧手一齐杀出啊，砍成肉泥。这个但凡是置卑啊，这个基本上就是纯扯犊子啊，没有任何成功的啊，太嘚了啊！这个庞统用谁的模型做的？你别闹了，这个《三国战记2》里面原始就有庞统啊，这个上来就有庞统，还用做吗？这个你教我如何脱身啊？这太简单了啊！你就说大西凉马腾，我操，马腾，三国之国王啊，马腾啊，好。这个刘备也没有重用马超，但是马超的官职是真的是最高的，他封到了最高这个位极人臣的侯爵，也就是县侯啊，跟这个张飞、关羽都这个关羽都不是啊，关羽的地位其实也，但是关羽呢是官方正统汉献帝封的这个汉寿亭侯，所以说他就保留了啊。这个马超啊，爵位非常高，然后呢，这个官职也非常高，就是没有什么实权啊，哎。就是没有实权，而且呢，这个40来岁郁郁而终啊，非常难受啊。乐进和徐晃，乐进肯定是很厉害的啊，徐晃那就不用说了，这个人你要知道关羽是怎么死的，其中有这个徐晃这一号子啊，对吧？徐晃被称为周亚夫之风，我感觉啊，虽然说这个张辽肯定是要牛逼的要死，但是徐晃呢，在这个平定这个荆州事务啊，这方面啊，确实也是这个跟孙权两个，跟这个陆逊两个啊，这个吕蒙两个啊，都怎么说都行。那个时候啊，在整个疆域上来讲呢，虽然说啊，这个汉中加荆州再加益州3个地方加起来也比不了这个，对吧？江南，甚至更比不了这个北方。可是呢，刘备的势力非常的大，而且呢，这个对吧？水淹七军，名声震动，甚至吓得这个曹操想要迁都，你知道吧？啊。这个，但是呢，最终呢，关羽失败，以导致内分泌失调。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没有永远的敌人啊，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想当年啊，对吧？想当年，对吧？这个刘备跟孙权联合一起抗击曹操，对吧？那你要再往前，想当年刘备跟曹操一起啊，打击袁术和这个打击袁术和这个吕布。啊，帮助刘备把吕布给搞了，对不对？你要再想当年，啊，18路诸侯讨伐董卓，袁绍跟曹操两个还有关系，后来官渡之战，啊，对吧？你想吧，你细想啊，是不是啊？这都是故事啊。感觉这个徐晃真的扛干啊，这徐晃啊。好了，看看。可以给他直接定住啊 ！AB 血杀啊，有啊，好的，跑了，这感觉实在打不死了啊！这个徐晃跟这个张辽关系不好啊，兄弟们啊！为什么徐晃跟张辽关系不好呢？因为这个徐晃字公明，张辽字文远。这个在这个老罗这个对吧？他的师傅啊，施耐庵先生著作《水浒传》当中，宋公明和张文远是有仇的啊！哎，他俩是有仇的，知道吧？宋公明哥哥和张文远，想当年啊，这个孝义黑三郎宋公明，跟一个叫这个对吧？跟一个叫阎锡交啊，也可以叫阎婆惜的人啊，搞了一段纯真而又美丽的网恋。但是呢，这个对吧？阎婆惜找了一手这个张文远，
然后搞了一道破鞋，胰岛之内分泌失调啊，对吧？这是有仇的啊。啊，这吕布也不行啊，这吕布啊非常面。水冰策是这个水冰策是幻影术啊，就是隐身一的效果，兄弟们啊，这个水冰策就是隐身一啊，大家就是放出来的一瞬间召唤一帮兵，然后自己呢无敌一段时间。好，这个吕布可以无限彻地钉啊，无限彻地钉啊来连啊，也是非常的烂。这个小兵太讨厌了，所以说彻地钉这招啊也是可以理解的啊。貂蝉都被谁睡了？真实历史当中是没有貂蝉这个人的啊。但是呢，《三国演义》里面咱要说貂蝉的话，他是被谁睡的呢？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首先，你能说王允没睡过吗？啊，你敢说吕布没睡过吗？你敢说董卓没睡过吗？啊，你敢说曹操没睡过啊？啊，连关二爷都保不齐睡过呢啊，对不对？好，来看看这个黄盖啊，黄盖受伤了啊。就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哎，这个哎，你打他干嘛？好，哎，这个你们看这个黄盖长得像不像那个《合金弹头5》里面第一关结束了之后那个老头戴上面具的那个人啊？好，一手爆气效果啊！都说典韦猛，典韦有啥战绩？典韦战绩跟吕布干过呀啊！但是呢，是一帮人围剿吕布啊。然后呢，典韦还有一点呢，典韦猛，就好比你问我，你说一吕二赵，赵云哪猛了，对吧？赵云只是在演义当中啊，他的猛是猛在了他有一个这个 buff 啊，什么 buff 呢？首先就是这个，首先作为万人敌啊，这个肯定是不如这个关张出名啊。赵云呢是一个保镖类型的，而典韦也是啊，典韦也是。而这个赵云在演义当中的地位非常的高，而这个在正史当中啊，还是略微啊有点偏二线了啊，偏这个二线了。好，我他妈吃不着了，我操！我一个那么好的开天神兵可以升级攻击力的啊，结果吃不到了，我真的是服了啊。这个说起这个典韦，还有一个人叫张绣啊，张绣这个人呢也是非常厉害的。当然这个胡车呢，这个是对吧？是这个张绣的一个部下。胡车呢也是号称有这个万金之力啊，也是非常勇猛的一个武将。但是呢，他说打不过这个典韦，但打不过是打不过，我可以跟他喝酒，喝完酒呢，我选择对吧？我选择把他的那个双戟给偷走。啊，吃我一戟啊，把那个戟给偷走，那就厉害了，对吧？啊，一吕二赵三典韦，但这个呢都是为了顺口溜说的啊。我感觉啊，我个人的心目中的理解，如果是《三国演义》里面的描写啊，应该是一吕二张啊，再往后再说啊。你看，无论你怎么看战绩，包括你拿吕布来当成这个对吧对比，你也会发现啊。这个咱们在这个巅峰时期啊，不算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也不算一个人老的时候。让我真说的话啊，这个一吕二张啊，这个没什么说的啊，这是我认为的啊，但是不代表一定正确啊，因为每个人认为的不一样，大家伙也不要过度的这个讨论啊。一吕二张是真没说的啊，我二弟天下无敌。二弟啊，这个关羽有一个被动技能啊，就是说他是100%被冷箭偷袭的啊。关羽被箭射中肩膀，这射中手和肩膀这个事儿呢，这是个被动技能，他的闪避实在是太低了啊。他不像张飞闪避特别高，你关羽老是被无缘无故的被射中啊，对吧？你这个就是面了，这个我就实话实说啊。听，哎呦我去！啊，三国还是我柔牛逼，操，我柔确实是啊，这个赵云和张飞啊一起抓这个邢道荣才抓到，妙才是我兄弟。
好，哎呦，我这血是太厚了啊，血是真的厚啊。啊，一个雷直接雷死得了啊！哎，差点抠死啊！我就说你一个雷雷死得了，有这个必要吗？啊！说出五名，吓汝一跳啊！邢道荣不是那个新三国里后加的，是原版《三国演义》里面就有这个邢道荣这个人，只不过呢，在老三国里面没演啊。老三国里面，这个当拿完荆州之后啊，刘备和这个马良说啊，这按理说老三国是跟诸葛亮说的，但是呢，原著里面是马良说的啊，对吧？这个00、50、贵阳、长沙4郡啊，把这4郡拿到手，基本上啊，哎，你就会发现谁也对吧？只有你打西川啊，没有说什么东吴说要打西川的，打不了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这个刘备啊，确实是有点东西啊。这人命是真硬啊！这个呢是号称最弱人物，肯定没有神将那么强啊。神貂蝉、神赵云啊，肯定没有这么强。但是呢，这个人物，也这么看的话，还是看技术啊。一会儿看见左慈了，我再喊你呀呀啊！别着急呀，你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对不对啊？好，张辽跟吕布站一块了。张辽跟吕布啊，原本他俩的确实是上下级关系。吕布啊是张辽的老大啊，大家伙都了解的啊。死吧！这个版本比1代好玩。你说的是这个版本还是原版啊？我觉得还是《三国战记1》好玩，但是呢，这个改版确实有点颠覆大家伙的感受了，对吧？有点像地下城那种感觉了，看不见啊。这个是不是橘右京的大招啊？差不多啊，但是橘右京的大招啊，它真的是先扔一个橘子啊，就你把它放慢镜头显示，它真的是先扔一个橘子，然后操啊。这1辉2K 34分，是我东台不服是吧？哎，好。一个彻地钉，哎呦，这个兵跟着跑啊！这个明明色可以全程跟着跑的啊！嘿嘿，呀！这不是插卡版本啊，不是的啊。好，一个火将啊，火神祝融，水神共工，雷神叫什么？雷神托尔。太狠了啊！这都是正经的 BOSS 啊，这种 BOSS 打完都可以给咱们加攻击力的啊。聊聊水浒吧，哎，真的，我就研究了一下啊，这个《水浒传》的作者老师啊，施耐庵先生啊，他真的跟姓潘的人有事情的，真的。潘金莲、潘巧云，那这感觉姓潘的真的是揪住了啊。好。主公饶命啊！好防啊！看不看见？江东不倒！哇，这个我操，曹操跟孙权都在一起了，赖逼啊！明色啊！虎爪，这孙权他这个武器挺有意思啊，还有个绳拴身上，你看不看见啊？哎呦我去！好，这个红衣服的曹操好帅啊！这红衣服的曹操啊！曹孙联盟，对，道家法典，感觉每一个小兵都能给点东西啊，看不看见？我说这个曹操一过来，一股煞气，看不看见？
卢俊义的媳妇儿啊，白虎神器。好，一顿彻地钉啊！还剩2秒1秒，要撇蝎子，哎，真讨厌啊！好，用无敌。白虎阵、青龙阵，其实曹操也可以招降的，兄弟们啊！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好。哎 ，KO！ 你这有点太着急了啊！这实在血量太多了啊！唰唰唰唰唰啊！唰唰唰唰，血量实在太多了，一直拖都拖不死的啊！为啥不做曹植？曹植不愿意做呗，对吧？曹植太有才了啊！这个情况啊，草皮，好，终于见到血了啊！终于见到了血，神来！好，双神器加明明册，为了招降他而已啊！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啊！这个他应该能直接爆一个开天神兵。你为何亡我不服啊！这应该会爆个开天神兵吧？没有啊，不用，直接就能招降啊！但是 AP30 什么意思 ？AP30 意味着就是刚才已经是 AP30了，为什么还有 AP30？那就是说没加啊，之前加过了啊。曹植被吹得太高了，没有啊？你要真看曹植的这个作品，你会发现真的啊，这个魏晋之风让他给搞的他妈的是真的。我实话实说啊，就是夸张是夸张，但是曹植是真有才啊，曹植是真有才。曹操本身就非常有文采了啊，他看到他儿子，他自愧不如了。很多人说不是说那自己的孩子夸一下呗，曹操这个人很有才，但是他就是曹植确实牛逼啊。这个咱得该说啊。你要真说三国第一大才子，曹植确实是担得上啊。好，来看看曹植自有才啊，曹有才。其实要说咱们看那个《三国演义》里面改版，就是那个诸葛亮巧妙的改动了《铜雀台赋》当中的啊。对吧？啊，这个雉鸡周瑜啊，对吧？就你看那个咱们《三国演义》里面说啊，对吧？这个那你感觉《铜雀台赋》写的那真的是啊，有点微微的有点，那真的是啊来的啊，那写的确实是抗美啊。赴黄都之弘历兮，招云霞之与共，我记得好像是这么说的啊。我操！这个我感觉他就是会发波啊！这个曹操看，啊，这曹操波的看，有点东西的啊。不是你说的那个才高八斗那个事儿，确实是啊，天下人共一担，而他占八斗啊。这个才高八斗这个事儿呢，肯定是有夸张成分啊。但是呢，就因为有人吹他，也确实是招黑了。但是呢，这确实是有才啊。没法说啊，因为咱们了解到，咱们现在学古代文学，很多人都是唐诗宋词比较多一点啊，再往前很多人都忘了啊。好，看看这个曹操一顿发波，这周泰都懵了啊。周泰说：“你不要个逼脸，你不讲武德。”你看，这个手里拿的真的是倚天剑啊，这个倚天剑真的跟那个。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里面那个啊倚天剑似的，可以跳起来。我操！你看那个灭绝师太无敌了啊，对吧？小妖女，让你看看倚天剑的厉害，唰唰，这不悬崖都勒断了啊！真的牛逼啊！该说不说，这曹操有点东西啊。
南通曹操。好，招降，哎 ，AP 31看没看见？你在吃那个，好，哎，不吃了吗？他是因为只要招降了就有，是不是？只要招降了就有 AP 的，还是前面已经吃过了？但按理说应该是正统的剧情才会触发这个加 AP 加成效果吧？啊，东吴有什么将？东吴那甘宁、周泰，对吧？这就是这两个人都是后招的啊。往前说，你往前说不算主攻类型的，你往前说你太史慈，对吧？那你程普、黄盖。什么是吧？什么，这都可以算得上啊。徐盛，对，这东吴啊，没有什么特别屌的将领啊。甘宁算一个，太史慈算一个，对吧？你要说算的话，孙坚、孙策都可以算得上，但孙坚你也不能算是吴国人啊，你只能说是孙策啊，他是对吧？他是平定了这个81州啊，孙策确实厉害。韩当、周泰确实猛啊！你看那个三国杀里面那个周泰，我操，有的时候感觉都僵尸啊，不要脸啊，都是啊。吴老太、吴国泰是吧？许贡门客，嗯。好，丁奉啊，要说丁奉啊，后期是吴国后期就全仗着丁奉这一个人啊。你就看这个丁奉一整啊，我是东吴小将丁奉啊，等到后来东吴老将丁奉，我他妈丁奉是真的，丁奉敢撂话了，我跟你讲啊。好，来看看甘宁加黄盖啊！好，先把甘宁秒掉啊！这个感觉他们血量的话，那肯定是主 boss 血多啊。像这个黄盖是主 boss， 所以说他血多的啊。哎，火龙翻江，哇！青龙神器，兄弟。感觉这个武器可以追地，太他妈赖了啊！好，放上青龙了啊！可以追地，可以用雷击来追啊！哎，反正放青龙神器了，再追，哎。这主 boss 啊，好的，要死了，再打一套必死。哎，没打着啊！灵统啊，灵统啊，灵统跟甘宁啊有杀父之仇啊。马忠，这马忠的有2个啊，那这玩意儿兵败如山倒啊，有的时候不是说。猛不猛的事儿啊，你兵败这种事儿没法说啊。噔，好，好，这打小兵打这个方天画戟出来啊。好，死有余辜，杀。我操你们啊！这个何首乌，不是何首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兄弟们？我记得小的时候听说啊，恨我 Kinsa， 手是真硬啊，这个手啊，看得出来非常的生气。我操，3 boss 兄弟啊！
完了，音乐打没了啊！刚才一个音乐给打没了。看不看见？给背景音乐打没了，我真是服了啊！哎，这个坛子怪好厉害啊！有补血的吗？啊，没有补血要死。先一手幻影术让自己无敌。double kill。这一下7连，我去！好，用火将啊，火将的话一下就能烧死啊！我操，这个追地啊，兄弟们还得啊，后面坛子怪来了。好，用雷将，这用雷将打的最好啊！这也太肉了，孙权。我操，偷摸的看到柱哥来了，感谢我们的刚进蓝谷老粉啊，一手办卡支持我了啊！哎，他召唤木头，你就对吧？你就火将啊，召唤坛子怪，你就雷将。但是现在好像是没有气了啊！哇，刚好把他搞死，有点东西啊！你看这个血还得一直等他啊，肺没了都快啊！对他这个武器无限追地的，赖逼！感觉他这个小寸步，我操，这谁也追不上啊！好，看看能爆什么啊？乳猪啊，开天神兵，七星灯。啊，我操！直接把七星灯吃了，我真是有这个必要吗？啊！好，来看看，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来看看最后一关啊！现在咱们的 AP 攻击力是3D 啊，3国一统，最后一关啊！开局进屋，然后就要直接打死就出来啊！直接打死就能出来的，神龙骨爽啊！孙子兵法，对呀，正常他是走操军路线，反攻东吴，他是比这个他是跟原版一样了啊。三国战记2P 呢，它是少一关的，但是三国战记2是不少的，所以说它跟三国战记2是差不多啊。但是呢，这里面你看它剧情还不一样啊，因为你打死了曹操。啊，去打孙权，但事实上你会发现都一起打，啊，一会儿还有啊，还有左慈啊啥的啊。好，梦幽，我操，这一个雷，乌噜噜噜噜噜噜，哇啦啦啦啦啦，乌噜噜噜噜噜，乌噜乌噜你乌噜乌噜个乌噜个乌噜啊！这个梦幽也是一个主 boss， 好，一顿彻地钉。你看这个血费的啊，这大象浑身都是刀疤，人送外号刀疤象啊。后面那个撇那个啊，这挺赖的啊。一个火将。一定要卡好歪轴了啊！这硬汉是真挺赖的，硬汉。好，下来吧！嗷！哎呦我3刀砍死！军令状，七星灯。进屋吧，老姑父，这是比我呀啊！啊，左右，这个外面是闪的是左右啊。如果正常愿意打的话，可以打的。这个地方好像原版咱们军师吃的话就是一个木牛，如果是别人吃的话，别人打的话呢，应该就是个人参啊。我来啦！
好，来看看清完兵之后是不是应该有个曹操，好像是有一个啊。古代很多人都是开天神兵，就为了吃一个这个一个定。好了，44 AP44啊，看不看见 ？AP44吃完就走啊，就为了这个开天神兵的啊。回 K10，那个是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他们打比赛的啊。他们天天打可真的没意思，我都不想看的啊。好，来捡个骷髅啊！左青龙，右白虎，前骷髅后玄武。好，应该用吕布打吧？定住没有？用你来打呀！好。耶！哇，这一锤，让他定住啊！召唤我来了，这背对着咱们啊！好，直接突死了。整个游戏中手速最快的男人啊，牛筋底儿的疙瘩鞋，对不对？何首乌，进屋吧。好，直接上来就引雷，要打吕布的啊。咦，我操，这太疼了，被咬一下啊！这蛇一个必杀都打不死，看不看见？一个引雷，没演好，腾腾腾腾腾，好。直接放吧，墨迹啊！好。放吧！哎呦我去，非得等到快出1才放啊？有那个必要吗？啊！好，来看看吕布，这是正牌 BOSS， 说血也多的啊，但是只要老虎没出来，对吧？用魔法来打败魔法，这吕布来打吕布啊，无限地刺弓，白虎截堂啊，对吧？直接突死，我靠！贵了，奉先威名远播，某求之不得啊！开天神兵 A4D， 看不看见 ？A4D 啊！下得慢，看招！好，倒一下宝啊！
好，这还有啥好倒的？一顿倒啊！我感觉我这没啥吃的了，我操，有点微讷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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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真铝，当当当当，好，直接一手白虎阵，火将，又是开始了啊！这个援军的时间主要是长啊，你看这个援军，这援军的时间大概得有1分钟。那弹的怪不能跳过来吧啊！哇，这招真的赖啊！哇，直接就给秒了，这招太赖了，兄弟们可以学一下啊！一顿彻地钉啊，那这也不触发剧情，生等他那个血管消失啊，生等他血管消失才行啊，这个太赖了。好，这手上有个眼睛。随便打了，这就结束了啊！这就结束了啊！在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熊北鼻啊，给大家伙带来了一个号称《三国战记》里《三国战记·凤舞龙吟》里面最弱人物之正庞统的啊这个一臂通关啊！咱们确实死的地方呢被秒了，有点微嘚儿，但是呢有很多地方确实很赖啊！你们也看到了，确实屌的要死。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